大家好，我是竹君律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安吉丽娜·裘丽主演的《陌生的孩子》？它是讲述一个母亲因为揭露警方办案不力，甚至是假造了证据来搪塞当事人，因此得罪了警方，就被送入精神病院了。那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不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吗？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在正在上演中哦，疑似被精神病的案件——江西南昌李怡雪案。这是发生在中国江西的南昌，有一个女孩子，她叫李怡雪。她在2024年底的时候，突然就是消失了。她本来在网络上都有发布一些影音嘛，她也是 TikTok 的博主。那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说，因为李怡雪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经过专家去判定她属于严重精神障碍，因此建议她要住院治疗。可是大家就质疑，什么叫严重精神障碍诊断？完全没有说明为什么需要强制治疗。后来李怡雪在她父亲跟她本人强烈要求下，她就出院了，所以她强制被住院的时间大约是20多天。那为什么李怡雪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又这么的及时可以把她救出来呢？其实是因为李怡雪她不是第一次被强制住院了，她在2022年间的时候，因为举报了她当地就是江西南昌这个地方的一位辅警。所谓辅警，就是他不是传统的警察，他类似台湾的政府的约聘人员，就是在警力不够的时候，他会去协助的。所以他在配枪上跟权力上都有差别，但他还是警务人员之一。那他控告了那位警务人员，就是利用案件对他做猥亵的情形。李怡雪自称他说因为这个猥亵案件，他其实有点抑郁，所以在2022年4月21号晚上呢，他就跑到了附近的一个商场，那他就在3楼的栏杆处，结果保全就以为说，他是不是要自杀，然后就赶快报警了。那警方就来啦。那警方来的时候，李怡雪自己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提起就是那个辅警性骚扰他的这件事情。当他这句话一讲出来呢，到场处理的警察就把那个密录器，他们叫做执法记录仪，就台湾的密录器就把它关掉了。那随后他就被警察直接拉下来，然后送往了精神病院，没有把他带回警局送往精神病院，然后他就被强制住院了。这一次强制住院，他长达2个月。那途中精神病院的医生有告诉他，就是为什么他会被强制住院呢？是因为所谓的肇事肇祸，就是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者是刑法的精神病患，他是可以被送院治疗的。那李怡雪中途有要求过说，我要联络我的爸爸，我要联络我的爷爷，可是都被告知说没有办法，就是你的家人就算来了也接不走你啦。那李怡雪的父亲甚至有表示自己只有接到警方的电话，就是告知他说李怡雪现在是被送医了，那也没有告知他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李怡雪，或者是他需要去帮李怡雪证明什么文件啊，或者是怎么样了解李怡雪的状况，这些都没有，就只是一个通知，就是说你的女儿现在在精神病院里面。但我要先说一下，就是我刚说的这些东西是李怡雪的说法，包括李怡雪的爸爸，他都其实不曾正面出现过接受采访，他都没有。那后来李怡雪出来之后，他就不断的在网络上去揭发这个事情。记者也有去采访警务人员跟保安那边，商场保安表示的内容是说，其实李怡雪不是第一次在商场附近闹事了，就是他曾经有在那边就是类似也是要自杀等等的，然后还因此有动用到消防队来救援。4月21号当晚，据保安说，李怡雪是自己要求保安报警，而不是保安发现他要自杀所以报警。那他甚至有要求保安说，你不要告诉警察是我要报警的。那4月21当天晚上去处理的警务人员也有表示说，其实4月21那天晚上，李怡雪完全没有讲到自己被猥亵的事情，他没有提到那个辅警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单纯要自杀，所以他们才会把他拉下来，让他去就医。在这个调查期间呢，其实记者也有翻出几件说李怡雪跟其他第三人的冲突状况。那在这些冲突当中，李怡雪表现出来的行为确实是比较独特一点，就是例如说他曾经有报警说一个路人偷了他的东西，可是后来又改口说不是，他不是偷我的东西，他是撞到我。那警方调阅了监视器之后，发现其实2个人身体上是没有任何碰触的，应该没有所谓撞到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李怡学又改口说什么那他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我要拿扫把打这个路人一下，就是非常特别，就是他有一些很奇特的做法，所以他应该算是当地就是可能警方那边也小有名气的一个人物。但这一件事2022年被送入精神病院，确实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啦，包括住院当时的所有文件，需要监护人签名的那些文件全部都是派出所里面一位叫赵勇的警察帮他做签名的。是完全没有家人的签署，这个是可以被证实的，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说不定他把他送到新疆了。没有，他真的有被送到精神病院。然后目前李怡雪后来出来之后，他就透过网络维权嘛，他有控告那间医院就是不合规定把他收治进去等等，要做一些赔偿。因为他有出来看影片，就是控诉这些事情，所以也有一些网友出面表示说自己也曾经遭警方送到同一个精神病院里面过。所以那个江西南昌那间医院其实收治了不少这种所谓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那些人出来表示，就说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嘛，那有一些人确实你感觉出来他是有暴力倾向，但有些人就跟正常人一样。那出来说明的网友也认为自己其实没有所谓的精神病，就突然被带进去，然后可能关押个1-2个月之后又被放出来。那李怡雪这件事又被大家翻出来，是因为2024年的12月10号，他是直接被派出所带人闯入他家。那闯入他家之后，他就失联了。那失联没有多久，官方就出来发通告说，这个人因为精神又有一些状况，所以我们把他又放进了精神病院。大约20几天之后，他的父亲才把他接走。就如我刚刚所说啦，其实整个过程是有一点罗生门，因为你要说李怡雪完全没有问题，好像也不一定。可是他的问题有没有严重到说需要被放进精神病院，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嘛。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只会发生在中国，其实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状况。像曾经有一位男子，他就有说他在2011年到2017年，这是很近期的事情就是被自己的父亲多次以精神疾病为由强制住院，那甚至有一次整整住院了1年半。所以这个议题应该说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然后也有不少影视作品有在揭露这种情况，包括美国恐怖故事，还有我们刚刚提的安吉丽娜·裘丽主演的那个《陌生的孩子》。所以回到台湾，前阵子不是有一个议题很夯嘛，就是强制住院这件事情。其实听到这里，你应该就会大概知道为什么我们对强制就医跟强制住院这件事情要小心再小心。关于强制就医呢，它其实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嘛。虽然你是把它放在医院，但你一样把它放在里面，然后不准它出来。所以我们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情形下，你要限制人身自由，你一定要有法源依据。它其实是民国79年制定的精神卫生法。精神卫生法当时规定是，如果病人有明显伤害他人或自己的行为，经过医生诊断认为有住院的必要，是可以让他办理住院的。但如果病人他不愿意，他说我不想住院，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2个以上的医生去鉴定说他是不是真的有住院的必要。如果有，就可以强制住院。一次强制住院可以强制30天，但30天后，医生如果还是认为有必要，他可以继续。所以一开始法规对于不服这样的诊断，你要怎么处理是没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中间历经几次修法，一直到现在最新的规定是说，一样他还是要有伤害行为，所以你不能因为只是他比较怪，就像之前不是有什么政大摇摇哥吗？有人其实是有诟病说他有一些奇怪的举动，但他没有真的去伤害人。所以这个前提是你要有伤害自己或伤害他人的可能性或行为。那医生诊断之后，确定你需要住院。那假设病人这个时候他是说我不要住院的话，可以先紧急安置。可是这个紧急安置的时间是不能超过5天的。5天内你要做完鉴定，判断说这个人有没有真的有被强制住院的需求。那医生做完鉴定之后，还要经过主管机关的审查会，也就是说他不只有医生要鉴定的。他鉴定完之后，还要有一个第三方专业人士去确认这个医生的鉴定是不是 OK 的。那这个强制住院一次是不能超过60天，而且它只可以延长1次，也就是说最多你就是120天。
前4个月。这样的紧急安置跟强制住院，它是可以有救济的。过往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但现在有一个规范是说，病人跟病人的家属，如果你认为说这样的强制住院、这样的安置是不合理的，你可以跟法院申请停止。那这个时候事情就不只是在主管机关了，就会到法院去，由法官去审查说这样的内容、这样的程序是不是合规。那我们称这种前面先交给专业人士，后面才交给法院审查的模式叫事后法官保留。所以不管在限制的时间跟救济的方向，它其实都有一个改善。这个故事其实最主要希望大家去思考的是，就是每一次社会只要出现这种疑似精神疾病的患者去酿成的一些灾祸，大家都会说怎么不把他关起来，怎么让他们在外面游荡这种言论。但其实要知道，就是不管放在医院还是放在监狱，这都是限制人身自由，都是需要法律依据的。那法律依据就是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不然真的会有沦落为就是有心人或者是权贵迫害弱势族群的工具。我觉得人性其实蛮不值得被相信的啦。如果大家觉得这种迫害情形可能不存在的话，建议可以去找找看，像是南韩兄弟福祉院或兄弟福利院这样的关键字，你就会知道其实人真的蛮可怕的。对于真的有精神状况的人，就像之前出现那种挖眼案，不是我们难道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吗？要为了人权然后去牺牲别人的生命吗？当然也不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不只有强制住院这个选择，像国外它其实有一个所谓的降落伞计划，就是让精神病的患者他是自愿入住的，而且入住期间他就不像强制住院嘛，会把你的可能跟外界的联络都断掉啊。他是主张这些病患还是可以自主工作、上学，然后享有通讯自由的，所以他仍然保持你跟社会的连结，因为最终这些人都还是要回归社会嘛。你想想看，强制住院120天之后，你要他去哪里？现在事件变换是真的很快很快，120天与世隔绝是非常可怕的。或许会有人会有疑问说，那谁会自主就医？大家如果有看一些纪录片，有真的去了解精神病患的话，其实应该可以大概知道说，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丧失判断能力，那甚至他们后来丧失判断能力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时好时坏的情形，而且他们是会感觉到自己不受控，然后因此会很痛苦的。所以他们还是有可能在清醒期间，假设你给他一个选择是，他不需要断掉跟外界的连接，但他可以接受治疗。我相信在他清醒期间，他是会愿意去选择这个方式去入住的。那这样除了可以减少对立之外，它可以让他及早接受治疗。那我相信就不会有后续那个伤害人的悲剧发生。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大家对于精神卫生法有什么想法或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朱军律师，我们下次再见。